今天宋三岁破天荒的在爱宝回家休息的时候，把瑞宝、辉宝也喊了回去。结果等饲养员们给爱宝放置好新的竹子和小零食后，瑞宝不出来了。这时宋三岁慌了，宋三岁赶紧钻到通道里去呼喊瑞宝，差点又闯祸。原本今天宋三岁想着是让爱宝回家休息，但爱宝这时刚从室外走回来，想休息一下再回去。而姐妹俩这里的动作有点快，辉宝看到通道门开了，急得直接从小亭子上跳了下来。爱宝这里坐了一会儿，喝了口水，这才往家走。这次的工作量有点大，出动了3个饲养员，盛熙阿姨和另外一个姨姨负责搬运新竹子，宋三岁负责收拾刚才爱宝吃剩的竹子。新的竹子放置好后，爱宝率先走了出来。爱宝来到小亭子上，看了一眼没有新竹子和小零食，转头直接走向小木床。结果瑞宝和辉宝这里不想出来了。虽然爱宝此时还在园区，但宋三岁依旧淡定地走来了园区。紧接着辉宝看到宋三岁来了，立马跟了出来。而瑞宝这里因为不出来，宋三岁直接钻进通道门口去接瑞宝。在宋三岁一顿甜言蜜语的攻势下，瑞宝终于走了出来。不过瑞宝、辉宝出来没一会儿，又到了下班点。其实瑞宝刚才就没想出来，要不是给宋三岁个面子，自己就直接休半天班了。所以这一到下班点，瑞宝看到通道门打开，这觉也不睡了，直接从小树上下来，楼梯都不想走，直接从小亭子离通道门口最近的地方下来，然后第一个跑回了家。接着是辉宝，辉宝犹犹豫豫的，但好在也没用爷爷催促。而对于爱宝，宋三岁则是直接送来2块小苹果，一块放在小车上，一块放在小亭子上。宋三岁总喜欢耍点自己的小聪明，不过爱宝也没难为宋三岁。爱宝吃完小亭子上的小苹果后，就直接回家了。而小汽车的小苹果，爱宝都没吃。爱宝是在暗示宋三岁，以后不要搞这种哄小孩的把戏，有事儿直说。爱干净的辉宝粘在玻璃上的相机，想要将其擦掉。辉宝心想，这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？粘在玻璃上都挡着姨姨们看我了，我要给它擦掉。这周姐妹俩开始爱干净了。早上盛熙姨母接姐妹俩上班，瑞宝这里正在清理自己的小尾巴，给自己的小尾巴舔个不停。等瑞宝给自己舔舐干净后，将爷爷这里已经在通道门口等了很久了。姐妹俩这出场方式还略有不同。瑞宝走出园区后，在爷爷身边翻滚撒娇。辉宝这里看到爷爷后，则是突然加速。辉宝遗传了他爸的直男性格，不爱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。姐妹俩出门后，第一时间来到自己的小汽车上，开始在小汽车上打滚玩。送爷爷之前，为了防止姐妹俩争夺打架，所以特意给小汽车做成了前后2排。但是姐妹俩还总是喜欢挤在一起。这周姐妹俩的咬合力又有了很大的进步。姨母给的这种稍微软一点的竹子，对于姐妹俩来说可以轻松咬断了。除此之外，对于竹叶，姐妹俩现在吃的也是越来越多了。有时辉宝为了挑战自己，直接拿起妈妈的超大根竹子，想要把其吃掉。辉宝一天总是忙忙叨叨的，虽然不知道辉宝每天都在忙什么，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忙。辉宝今天下班一点前摇也没有，这速度不光盛熙姨母和宋三岁看呆了，此时的爱宝和辉宝都还没有反应过来。今天爱宝和姐妹俩在下班的前几分钟里，正躺在小木床玩耍。此时瑞宝被爱宝搂在怀里一顿宠溺，像极了爱宝对他这宝贝女儿怎么爱都爱不够的样子。瑞宝跟妈妈玩耍完，爬到了小滑梯上去找妹妹，这下母女3个就凑到了一块儿，堪称一副完美的母慈子孝画面。隔壁的乐宝此时正趴在大墙上，注视着爱宝和自己的2个女儿。乐宝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爱宝那边，一动不动。乐宝此时正心生羡慕，想要过去和爱宝一起过着温馨日子。而姐妹俩这里就这样在小滑梯上给他的老爸尽情展示着自己的可爱。瑞宝此时仿佛将自己幻化成了一条鱼，从滑梯上滑到小木床上，最后又从小木床上滑到了地下。而辉宝这里又上了超雄阵，跟妈妈一阵打闹，想要压住妈妈不让妈妈起来。瑞宝滑到地上后，随后捡起了妈妈刚才吃剩的竹子，拿起来磨牙。就在这母女3个尽情展示这母慈子孝的画面时，通道门这时打开了。此时爱宝正被辉宝骚扰着，还没有注意到通道门的打开。瑞宝这里正忙于啃竹子，没空回头查看。宋三岁眼瞅着娘3个过头了，于是来到园区提醒他们。就在宋三岁来到园区收拾竹子时，瑞宝一转头看到爷爷来了，立马冲着爷爷跑了过去，但速度还是慢了一些。等瑞宝追上宋三岁时，宋三岁已经关上门走回办公室了。而瑞宝这里也没有过多的犹豫，直接掉头走进了通道门口。宋三岁也没想到今天先回家的居然会是瑞宝，
而不是爱宝。紧接着，辉宝在宋3岁的吸引下，也从小滑梯上爬下来。辉宝下来后，因为没有追上宋3岁，也是直接径直回了家。而爱宝这里就不用烦恼了，爱宝向来听话，爱宝就这样跟在辉宝后面一起走了回去。今天的收熊不仅让宋3岁体验感满满，而且因为姐妹俩的配合，还让宋3岁以前宋3岁常常给瑞宝、辉宝念叨下班要向爸爸学习，现在反过来了，现在成了宋3岁每天给乐宝念叨下班要向自己的母亲学习。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爷爷们给乐宝安装的木架。而今天宋3岁喊乐宝的声音又响亮又虚。不过这次乐宝听到宋3岁的喊声后，痛快的就往下爬，因为第一次时宋3岁喊自己没听，第一层的亮台就被拆了；第二次江奶爸喊自己又没听，第二层的亮台就又被拆了。乐宝此时心想，自己只剩最后一层的亮台了，所以一定要保住自己最后一层的亮台。乐宝表示，真是熊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妥妥的人情世故。乐宝深叹一口气，赶紧从木架上下来，不然晚了宋3岁多喊了2声，一会儿还要跟自己抱怨嗓子眼疼。而今天瑞宝、辉宝这里下班时比以前还要顺利。这时爱宝正吃着竹子呢，就听到了通道门打开的声音。爱宝放下手中的竹子，就往家走去。而瑞宝、辉宝在小亭子上看着妈妈走回了家，姐妹俩小脑袋此时飞速的转动，考虑着自己要不要跟上。瑞宝寻思了一会儿，打算跟上妈妈一起回去，结果下楼梯时有点过于激动了，不小心踩崩了，直接从小亭子上摔了下来。瑞宝跟姨姨们讲自己没事儿，拍拍身上的土，立马就站了起来，然后直接跑回了家。瑞宝回家后，只听2种不同的声音在呼喊着辉宝，是盛熙姨母和宋3岁。眼看喊不动辉宝，只能宋3岁亲自出来收了。宋3岁先是走进通道门里，看了一下瑞宝回去了没有，接着宋3岁来到小亭子边，没有去直接抱辉宝，而是用手指着地下，让辉宝自己下来。辉宝吐槽宋3岁现在真是越来越懒了。下一秒，辉宝伸手往下爬，结果另一只手没跟上，身体失去了平衡，直接从小亭子上摔了下来。姐妹俩今天都有点倒霉，不过辉宝这里也没什么大问题，爬起来后便屁颠屁颠的回家了。最近辉宝的体重成了2个爷爷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。前有将爷爷抱着辉宝，表示感觉像是在抱爱宝一样。后有宋爷爷在园区当着姨姨们的面直接询问辉宝是怎么变胖的。此时辉宝想说，胖点怎么了？再说我胖就给你皮靴偷走，以前你可没有嫌弃过福宝姐姐胖，甚至还因为福宝姐姐胖还给她取了爱称叫墩墩，怎么到了我这里变胖就成了一件坏事情了？只是因为自己不是你的初恋熊吗？这爱宝2胎后，宋3岁总是被瑞宝、辉宝欺负，这也算是一个原因。另一个原因是宋3岁总欺负瑞宝和辉宝，导致了现在瑞宝和辉宝见到江爷爷来园区，则是笑脸相迎，嘴角不自觉的就会上扬。而当看到宋3岁时，姐妹俩就在原地纹丝不动。宋3岁站在树前，试图用自己的魅力引姐妹俩过去。辉宝本想过去，但走到一半发现是宋3岁，而不是江爷爷，又掉头走了进去。最后只能宋爷爷主动过来套近乎。还有就是宋爷爷来收熊时，姐妹俩在树上不下来，连盆盆奶都诱惑不了姐妹俩，这让宋3岁束手无策。而宋3岁以他3岁的头脑，始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姐妹俩不听自己的。而盛熙阿姨和江爷爷每次接他们下班时，他们都很乖巧。宋3岁再不长大，可能以后瑞宝和辉宝也不喜欢和3岁的人玩了，毕竟自己马上就要1岁了。大熊猫1岁换算人类年龄的话，大约为3.5岁，也就是宋3岁还比瑞宝和辉宝小半岁。